一般商队都会从益州出发，走的是蜀渊独道。你要冷静。对于晋阳子的人品，他是绝对不会。我夫人，他跟谁做生意那是他的自由，但对面的人是谁呀？那是白王。放你了啊！真要如此，杨警官新进良局，不是在藩市走失，还望各位商户能够积极配合，带杨警官排场。你马丢了？是啊，一匹好马，就这么给丢了。呀，白郎君，不会介意我去府上看看吧？杨警官是在怀疑白某偷了你的马吗？哎，这是我刚刚吃过的。真甜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在怀疑你，我是在怀疑你们每一个人。师傅，带杨警官去马厩看看。是。哎，白郎君这是换了耳机吗？我是说你们，怎么派一个仆从就想打发我？别误会，白某没有这意思，就是白某在跟晋阳子有些要事来，实在是走不开。那夫人不妨一起前行，夫妻一心，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听的呢？杨静文，这就算是明媒正娶，这生意上的事儿，也不是你都能听的。白郎君稍等，过来。别稍等。夫人，你非逼他跳墙啊？不是已经去长安了吗？证据不足啊！我现在这么做是让他觉得我在怀疑他，靠近他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，还要给长安偷时间。夫人是在做什么？我做生意啊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做生意，没有冒险。行吧，你来了，那我就走了。行，那你走吧。手放下来，你大点声。我来了，你还不回去？你凶什么凶？回去就回去。哎，我踩死你！哎，金小子，金小子，白郎君，哎呀，夫人无礼，不辞而别。我替他给白郎君赔个不是。严重了，晋阳子性格向来如此，无妨。怎么了？马厩啊，马厩。来，这边请。瞧瞧，南诏的马就是不一样啊。何以见得呀？吐蕃干燥，南诏湿润，中原居中，在不同地域生活过的马，毛发色泽都有不同。你说这个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会不会跟人一样入乡随俗呢？会不会一试便知？白郎君，借荷包一用。能，这不还没忘记南诏的气息吗？这个马厩里面有没有杨警官要找的马呀？倒还真没有，毕竟我买的是一匹忠诚的好马。诸葛，我们走。让我们的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他想怎么查，配合他。这个时候越是动，越容易露出马脚。还有，派一些人盯住牛景，他可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。这个漩涡里面可不只有我。是。那咱们对姬英英是要破坏她在藩市的生意，还是？
不但不要破坏，反而要帮助他。他的生意越是成功，他跟杨家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大。刘伯，三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您这是？我老了，干不动了，要离开杨家。本想一走了之，可是夫人你对我有恩呐，我得跟你好好的道个别。祝您和三郎君平安顺遂。为何突然要走？是不是我的事情连累你了？三少夫人，你就别问了。您要不跟我说实话，我这就去找阿家问清楚。别！二爷说，翠锦生意是我撺掇了你，还是我居心不良，就打发了我。但夫人体恤我，给了我大笔的工费，够一家人支撑一阵子的。岂有此理！哎！让你谢的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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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谢的二爷。住手！起来。三少夫人，二叔公，锦绣犯了何错？你要打他？我到了你的宅子，他懈怠我，该打。要说别人懈怠您，我信，但是锦绣是整个杨家最守规矩的婢女，别说您，便是进来一条狗，她都会按规矩招待。金英，你疯了？你在骂我吗？我哪个字骂您了？你有什么火气冲我来？我的人便是真犯了什么错，那也用不着您来管。好，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就是冲着你来的。我打他，就是为了罚你。谁让你卖那些碎书锦的？我要告诉所有的人，我打他就是罚你。继续打。谁敢？如今这碎锦是飞花会在卖，在藩市卖，与我、与杨家都没有半毫关系。便是您再把宗亲们喊来，我也没有半分错处。没有半分错处。我来问你，身为杨家的媳妇儿，你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而且你有亲近外男之嫌，你认不认？哪个做生意的女子不抛头露面？二叔公这话可敢拿到阿家面前去说？亲近外男，今日藩士众目睽睽，杨三郎也在，我没有半点越矩之处，还请二叔公不要以龌龊的心思去揣摩他人。没用的东西！我今天就是要打他，我看谁敢拦我！杨家家规第23条，主出仆从，进退得宜。第65条，内外有别，先内而外，外不干内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托了二叔公的福，杨家家规我抄了3遍，烂熟于心。这2条的意思就是，我要回娘家，锦绣作为我的贴身丫鬟，得跟我一起走。至于这教训，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再说。锦绣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是。二叔公还不走？嗯。可是我哪条背错了？还是你想送我一程？我走，我走。回娘家是吧？太好了，有本事你就一辈子都别回来。走。等一下，把戒尺留下。走。
还是阿娘做的好吃。你慢点儿，又没人跟你抢。来，三少夫人，姨太。你先下去吧，去休息。我们家没这么多规矩。回三少夫人，杨家规矩，夫人出门我需要与我阿兄阿娘告状，你在不方便，还不快去休息？我说的也是杨家规矩。是。莹莹，这姑娘，杨夫人救过她的命，她想报恩，结果杨家规矩把她教傻。你方才说要告状，可是杨江兰待你不好。哦，不是杨静兰待我不好，是杨家。杨家？也不是杨家，是我的想法和杨家规矩有一些格格不入。那是你有道理，还是规矩有道理呢？那些规矩维系着整个杨家家族的运转，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，只是过于僵化，有一些不近人情，有一些只便利了宗亲们，反而掣肘了整个杨家的发展。分析得这么透彻，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吧？放手去做吧，阿娘信你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关叔了！哎，三郎君，哎，三郎来了！哎呦，快来快来！战魔，哎，哦，季贵去拿副板块。哎，来得巧啊！诸位，有没有兴趣尝尝我这手艺啊？快坐下吧。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我阿娘和阿兄，所以回来看看。我也想我的家人了，所以回来看看。你看这么多的菜，尤其这个菜，一看味道就不错。阿娘的意思是说，让你以后常来。想来就来啊！好，遵命。哎，吃啊！尝尝这个。来，阿娘，我真的没有那么脆弱。我在回来路上我就想好了，接下来要怎么对付他们。我不会认输的。你很厉害，这是你的本事。我想护着你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夫人要不要勉强接受一下我的心意？我倒想听听。我也想听听。说来听听。好，我已派人去杨家铺子查账，理由嘛，我二叔说了，除了我夫人，杨家个个守规矩，经得住查。既然经得住查，那咱们就好好查一查，看看到底守没守。杀人诛心，来，敬杀人诛心。来，敬3个月之内不许喝酒，长命百岁。来，谨遵夫人教诲啊。调停，出来，出来！你再不出来我就走了。哎，别！这秋千你做的？啊，是，这些木头我都经过药水，
书上说这样可以防止蚊虫侵扰。你手里拿那个做什么？哦，我在那边种了几棵桃树，明年这个时候便可以开花了。你可知为何我每月今日要来这里？初八是以前商队回家的日子，在这里，你能看见你阿爷来时的路。你和你阿娘总会在这里等他。后来，你便一个人在这里缅怀他们两个。这秋千上的铃铛，是你父亲的朋友送给我的，是他们当时商队的马铃。我想让你在思念他们两个的时候，也能舒服自在些。以后回想起这个地方，会有更多、更美好的回忆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你做得很好，我很感动。但我不是未经世事的闺阁女子，情到深处时，谁不是义无反顾、百般动容？但是日子长了，谁也说不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不想再与你承诺些什么，我会做给你看。为何如此执着？能找到源头的丝线，我总能将它们整理、收回。可有些丝线是找不到头的，千丝万缕，密密匝匝，无法收回。找不到源头就给它剪掉。萧婷，不要再靠近我了。这个可以防止蚊虫侵扰。我先告辞了。下一条，蜀锦之功，卯时作，酉时收，按月给付。旷工1日，扣除1日工钱；旷工10日，扣除当月工钱。这不合理吧？哪有人卯时就开始做工的？这是不是没人性了吧？没有人卯时起来做工，你辰时喝的粥是谁熬的？你午时走过的干净的大街是谁扫的？那是仆人，这匠人也是工人，也是要赚钱生活的。那也不合理啊！旷工10日，凭什么扣除1个月的工钱呢？织锦不比其他行业，旷工1日尚可赶工补救，
可如果这10日便需要找人替补，否则整个谨房的工期就会延误，要赔付订货商一大笔钱。而这替补人的工钱便向来是从矿工的工人身上出的。哦，那这就合理了。哎，英英，我就说我不行，你非让我来，我还是回去吧。你坐好。今日本就是想让大家从自己的立场上各抒己见，咱们有老有幼，有职工，有染户，有局内人，也有局外人，这样这规矩的是非好坏才能更全面地讨论出来。其实你说的也没错，矿工10日扣除1个月的工钱，这确实有点不太合理。蜀锦业是有其特性，但职工者做工也是为了赚钱。若非不得已，他们是不会愿意旷工的。若是因病因伤不得已旷工，还要扣除1整个月的工钱，那岂不是雪上加霜？对呀，也就是这意思。小娘，要不你是我知己。那个爷的意思是说，小娘说的对，这个确实有点不合理。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是不合理的地方吗？都不合理。赶马的人才不会在乎马是怎么想的。这跟马有什么关系？谁要买马？于掌柜，诸位坐。没有人要买马哦。我们是在讨论锦业规矩呢，因为有一些规矩过于古早，而与时下事情不通，有些则看似巩固了当下利益，却阻碍了长远发展。所以今日我就拉着大家一起聊聊，看看有哪些地方是不合理的。希儿又胡说了，有马什么事儿？不，希儿想说的是，这规矩是发钱人写的，自然是站在发钱人那边，没有哪一条是向着做工的。与其问规矩是否合适，不如问自己站在哪一边。你想站在哪边？我是发钱的人，可也是做工的人。我站哪边无关这些，我站在道理那边。我不想辛苦织锦的工人，连片块蜀锦都买不到，不会如刘伯一般不明不白的就被赶走，不会生了病，也拖着不敢去看。大善人。当然，我也是想赚钱的。对职工好和赚钱并没有冲突啊，他们生活好了，便更有干劲，那做出来的东西也更有价值。那就这样，咱们再添条规矩，干得好的多给他钱，这样确实可以双赢。等把规矩理清楚了，可以先在咱们家的新请房里试试一二。有些规矩还可以用在飞花会上，染指不分家嘛。对。我年纪大了，这些学徒们是余家的未来。刚才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吗？有什么想法说说看。说两句。怎么了？我这些学徒们都成哑巴了。师傅，徒儿觉得人都是会死的。于怀恩，学我找秃头。啊？为什么秃头啊？我薅的。这么事儿。徒儿的意思是人会死，规矩为什么不可以死？山会变成海，云会变成雨，自然的事便该自然更替，自然发生。啊，不错，有悟性啊！看来我余家日后也要顺其自然了。锦绣跟我说，阿佳向来喜欢清淡的食物，我就照着您的喜好点了几个菜。费心了。你阿娘近日如何？身体康健了吗？多谢您惦念，阿娘一切安好。既然回去了，
就多待几日，好好陪陪他。其实，我没回杨家，并非要照顾阿娘，而是，如今我还没有回到杨家的底气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可还是想着小样锦的事，有点难过。是，也不是。经过这个小样锦的事情，我倒是看明白了一些事儿。杨家、本家和旁系生意联系紧密，因此在生意上能一致对外，令杨家固若金汤，这也是杨家兴盛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母亲也答应我尝试，现在就差一条能走的路了。走不得！我都跟你说走不得，走不得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？这条路多少老手都走不通，你怎么以为自己就走得通？你以为自己是张骞吗？那就算张骞他们一行人走了多少年，死了多少人，你不是不知道。玉玉，你怎么还说急了呢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条路真的很危险。我知道它很危险，但我们世上的新路不都是这么走出来的吗？这条路不一样。这叫夺命谷。我阿爷当年就死在这儿。他跟你一样雄心壮志，想要给商队开出一条新路来，但结果呢？我和我阿娘再也没有等到他从这条路走出来。阿月，其他的路走错了都能回头，但生死之路一旦踏错，再无转圜。白某听闻季娘子在寻找一条从益州到吐蕃的商道，今日特意带了一张舆图过来，希望可以解季娘子之惑。为什么我做什么生意，白郎君都能主动送上门来？不知白郎君是我的贵人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另有所图啊？被季娘子猜中了，今日白某前来，确实另有所图。白某想与季娘子同行。这开通新商路，危险万分。白郎君千金之躯，却要涉险，图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名利二字。先说说利吧，开辟一条新的商路，有多大的风险，就会有多少的收益。沼泽、山匪，很多人都会被表面的危险蒙蔽了双眼，殊不知，开辟一条新的商路，若是成功了，这通商的不仅仅是蜀锦，还有地毯、香料、草药、绸缎，这每样都是价格不菲呀。再说说名吧，作为开路之人，我的名字老百姓会口口相传，我也会载入史册，永垂千古。这样难道不够诱人吗？是挺诱人的，但英英还是不明白，白郎君家财万贯，雄心壮志，又有这舆图在手，为何不雇人去开路呢？其实说到底，这蜀锦是出自于益州，出自于大唐，在外邦人眼里
只有大唐才算是泱泱大国，也只有大唐才会出奇珍异宝，这每一件都是真正的珍品啊。而我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南诏的客商罢了，我的出身实在不值一提，而且这将来的路上还有重重关卡，这大唐的文书还是很好用的。难得白郎君如此自谦。季娘子想听实话吗？怎么，刚刚不是实话？刚刚说的是实话，不过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能够和季娘子同行。若是换成别人，白某未必会去。白郎君何意？白某的意思是，季娘子可以给白某惊喜，而白某喜欢惊喜。就当是白郎君夸我了。这地图并不完整。确实啊，上面有些路白某也不会走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这条商道你我都会走的话，那何谈开拓呢？白胜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益之事，如今他主动要去，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商路本就危险，再带一个危险的人在身边，那岂不是更危险？夫人啊，为了一件供给去问罪外邦王爷，于朝廷而言，确实是小题大做了。所以我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，去证实白王与牛瑾之间的勾连。这样，我师兄在长安也好更有底气的去握拳。可如今在益州，是他不动我不动，我不动他不动，双方就这样一直在僵持着。可这时间越久啊，反而对我们越不利。他此番要走，定是有所图谋。可是，我也有了新的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你想知道？谁说证据一定要写在纸上了？哎呀，杨金兰，你以前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恨你吧？哎，以前可没有这般智慧，还不是夫人教得好。既然无路，何妨一搏？哎呀，你的这个主意确实也很冒险。那万一这是我在北边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当地的猎人会专门进山去砍伐这样的木头，磨成圆珠，做成手串，送给自己的夫人，叫做不丢。不丢？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夫人，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不丢，怪可爱的。杨金兰，你再教我几招功夫吧，要那种又好学又厉害的。那万一我们真的遇到什么危险，你又恰巧不在我身边，我好防身啊。就像上次那种，这种的，一招致命。好，来。面向我，用你的右手用力打向这儿。打脸啊！这招最厉害，叫做打不过就喊夫君。
我不是刻意要瞒着你们，只是此去必定充满艰难险阻，怕你们担忧。我们不是担忧，飞花会也要开辟新的商路，只是恰巧与你同路罢了。飞花会要开辟什么商路？千里迢迢去卖丝？于掌柜的锦托我们代以售卖。还有季家锦房的第一批锦，虽然不多啊，但他也是想去见见世面的。阿兄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胡闹？不如这样，等我把新商路跑通了，你们再开始也不迟啊。行了，我蒋六郎、平儿留下看顾生意，盛大郎、桑十四郎和你阿兄带几个兄弟与你同路。我先声明一下啊，老子不是胆小，我们猜拳定的，老子输了。哎，我也是没连个运气哦。爷跟杨老三这武艺比啊，虽然呢差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只要有国舅爷在，天皇贵位，贵胄。你管他什么呢？你看谁敢欺负咱们？啊，我这边啊，药都已经带好了，治男人的，治女人的，治风寒的，治湿疹的，安神的，安心的，安胎的，啊，该带的我都带了。你带上我，就相当于带上了半个医师。等等，安胎？以防万一有备无患嘛。爷，这是我求的平安符，你带着，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我原本想跟你们一起去的，可是我阿娘病了。病了？什么时候病的？严重吗？听说我也想出门的时候病的，心病，不要紧。大概等你们出发了，她就好了。我和你打赌，等你平安回来，我定能说服她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哎，你们留下来帮平儿啊？不行，你不想帮她？万一你和杨老三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爷不是那意思，爷的意思是，爷不是见色忘友的人啊，对不对？英雄虽然志在美人，但更要志在四方嘛！啊，行万里路之后，荣归故里，才能与家人诉说衷肠吧。你阿爷能同意你去？哎呦，我阿爷管不着我啊。哎，只要他不绑着爷，爷肯定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你同意呢，咱们一块儿去；你不同意，咱也在后边跟着你去。阿娘也说，你同意咱就一块儿去，你不同意咱就在后面跟着你去。英英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季莹莹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好，那便一起去，并肩携手，风雨同舟。杨氏父子来长安了。贵人们哪个不知道是做的局？但杨家锦烂了，就是烂了，贵人是不会听解释的。你若还是不放心，我便再去见一次正室。他们知道又有何妨呢？只要明日订单一签，他们想怎么折腾，都无济于事。好，妾身先告退了。郎君，
一手送来消息，季娘子要开通外藩上路，不日便要出发。白胜呢？为何不拦着呀？白胜与他一同去。什么？即刻收拾行李，立马出发。那几个签单的客商不见了吗？赵平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孰轻孰重分不清吗？是。上好的丝线绣的荷包，您看一看。上好的丝线绣的荷包和帕子哦。不用。哇！上好的丝线绣的荷包和方帕。你们看看呀，吃吧。我不饿，我今日一方手帕都没卖出去。拿着。哎，我这个真的绣得很丑。是挺丑的，不过胜在结实，荷包嘛，用装钱就行了。那就拿这个抵面钱了，慢慢吃。谢谢老板。你以后来城里卖东西，就都有一口面吃，彼此行商不易，好好干。谢谢，没什么，女子行商不易，好好干。你说，女子行商这条路走得通吗？管他呢，先走着。这世上的新路不都是这么走出来的？白郎君就只带一个人吗？有杨警官在，白某自然是安全的了。没问题。不过商队有商队的规矩，咱们得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商队人员繁杂，凡事得听领队，也就是我的，否则杀无赦。第二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行动，否则杀无赦。这第三嘛，我夫人是这商队的核心，任何人不得随意靠近，否则杀无赦。3个杀无赦，好啊！杨警官真是好有魄力啊！对别人不一定，但对白郎君你，我说到做到。白某记住了，多谢杨警官提醒了。好啦，人都到齐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出发吧。等一等，阿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是？你说的对，这世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这条路，我势必还是要闯一闯。那你酒馆怎么办？我的酒馆随时都可以开，但是意气相投的知己，却很难再遇到了，而且我还要保护他呢。好，出发。
赶紧冲出去吧！34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，加！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，阿耶叫它蜀红丝。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验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
纪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阿爷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金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你秀恩，你不能去！阿爷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家的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还要回家，哥还要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
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寺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纪的讨债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潘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！阿娘！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快！这花家要洗次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人家大两哭手不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！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你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
我季家交货，黄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啊，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金玉存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这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喜事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颜金应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小子，爷这个姐姐娘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！爷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！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啊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呢。那个，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变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变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他！生我所欲也，义
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了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，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，5折。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5折这样，那是5斗米。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呢？成交，劳您画押。
承蒙惠顾，国魁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欺者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都要季莹莹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有者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国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国辉，你，算了，国辉，这孩子。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也对不起你。
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了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这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的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，他好在哪儿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嘛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身火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！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！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排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
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是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。你的爱走，怎么能说我爱走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贵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1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。金小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丽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
哪怕是受点委屈、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